嘿，大家好，我是尼可拉斯杨。今天要给大家讲一个考古探险加柯南加外星人的神秘故事。因为来自优秀天才团的超多朋友给我留言，让我给大家讲一下最近在俄罗斯发现的巨大史前地下建筑。我一看你们发现的是在古巴比伦世界地图中记载的阿努纳奇在大洪水之前建造的地下黑色金字塔。今天的故事说是发生在俄罗斯，但实际上它是位于苏美尔平原的正北方，被称为欧亚分界线的高加索山脉。这里是 Kalabazino-Balkaria， 简称卡巴共和国，是俄罗斯最偏远的自治领地之一。在2011年，作家、探险家亚瑟·赞穆科夫和他的团队在一座被称为哈拉霍拉的山峰中探险，突然他们发现一个诡异的长方形入口。这个发现将颠覆教科书上人类对历史的理解。Уникальная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ая находка в Кабардино-Балкарии. Местные краеведы обнаружили в горах Баксанского района загадочную шахту глубиной 80 метров со множеством ходов. Мнения ученых относительно ее происхождения разошлись. Одни считают, что пещера рукотворная, другие полагают, что она является результатом природных процессов. Еще большую таинственность находки придают обнаруженные в шахте изображения свастик. Андрей Чистяков осмотрел загадочную пещеру. В осеннем тумане дорогу к пещере найти оказалось непросто. Даже пионерам, открывшим эти загадочные пустоты, сопровождавшим журналистов необычной находки, пришлось поплутать. Четко очерченный, словно из-под камнереза вход, строго вертикальные стены. Через равные промежутки вертикальные ходы заменяют горизонтальные. 亚瑟发现的这个入口只能容一个人进入，非常窄，开口呈长方形，然后又垂直向下进入山体。入口的石头是对称平行的。亚瑟拴好安全绳，决定进入洞穴探险。当他慢慢下降，进入隧道大约40米的部分时，他感觉越来越不对劲，因为整个地下通道全部是由巨大的平行花岗岩石墙构成。石墙的表面并不是粗糙的，而是被打磨的异常光滑平整。墙壁在灯光的照耀下，还会出现一种灰黑色的油亮感觉，看起来用的是和吉萨大金字塔国王密室里一样的石材。在隧道的边上还有巨大的石柱，石柱和石墙呈90度夹角，石柱本身也被切割成有着90度直角的长方体。它们再往下走，洞口就会变得越来越小，但是形状还是保持长方形的样子。大家看这个墙壁还是那么光滑。亚瑟和他的团队继续下降，在这里更震惊的事情出现了，他们发现在进入这些狭小的通道之后，就出现一个巨大的高达36米高的大厅，整体看来这是一个巨大的长方体结构。当他们下降到大厅最底下，还有很多非常狭窄的入口，但是以成年人的身材根本就无法通过。他们把手电往里面打灯光，也是深不见底，所以这个山洞最终通向哪里就不知道了。Как минимум 70 есть пути дальше, но пройти туда уже нереально, потому что в шахте образовались осыпи и завалы. Разобрать их практически нереально. Вот вы видите, как тесно. Здесь ширина от одной плиты до другой, наверное, сантиметров 35-40. Что самое любопытное? Там, дальше, в глубине, есть подвижная 14-метровая плита. Она передвигается, будто ширма на роликах. Ее назначение пока... 等到亚瑟和探险队回来之后，他们就画出了一个洞窟地图。大家看这个地图，我们一眼看上去就会发现，这就是一个人造的地下结构。通道、大厅全部都是垂直的、竖直的，有棱有角。尤其是到最下面的长方形大厅，这里的形状就很难用自然形成来解释了。还有 YouTube 根据亚瑟的地图制造了地下山洞 3D 模型。洞穴大厅基本上和前苏联设计的载人火箭联盟号一样高。为了对比，我给大家看一下自然形成洞穴 3D 图是什么样的。它们应该是这样的，弯弯曲曲，9转18弯，这才是自然的状态。在建筑学中有一句名言，自然界中没有直线。所以亚瑟还有后来纷纷来访的探险队都确认，这里是人工建造的上古史前建筑。上古的意思就是在大洪水之前的建筑。大洪水以后的人类盖的各种建筑都是有记载的，最远到旧约圣经中记载的巴别塔，为什么盖啊？人类要接近天堂，挑战神的权威，怎么盖的？用沥青和粘土烧制的砖头一层一层盖出来的。所以只要是人类干的，怎么样都会有记载或者是传说。
但是大洪水之前的上古建筑，人类就没有任何记载。为什么？因为那是神造的，阿努纳奇们造的，神的秘密不会轻易告诉人类。所以到现在，人类对这种远古建筑没有任何概念，根本不知道他们是怎么造的，也不知道用途到底是什么。但是团长告诉大家一个秘密，现在还是有一些人类知道这些远古建筑的秘密的，人数非常少，他们就是 Freemason 共济会。共济会就是来自上古的石匠工会，上说到最远古的记载，他们都是给苏美尔神恩基恩利尔建造神殿的。他们这些人保存了神和巨石建筑的秘密，建造神殿的第一批人其实都是神的大祭司。说到这里，肯定有很多人还是不相信这是史前建筑，他们认为这是自然形成的。但是自然形成的洞穴要有2个要素，第一要有火，就是岩浆冷却形成的地下空洞；第二是要有水，就是喀斯特地貌的溶洞，它们的特点都是形状不规则。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哈拉霍拉这里并不是喀斯特溶洞地貌，这个问题亚瑟在进入地下空洞的时候已经想到了，所以他在电视台采访的时候他就说 Она не карстовая, в ней нет воды, в ней влажность есть на сейчас только потому, что пришлось убрать часть замковых камней, и влага стала поступать вниз. А до этого при первом спуске моем стены были абсолютно сухие, влаги там не было. 大家看到了吧？亚瑟说洞里绝对干燥，没有水汽，只有他们把石块移动继续下降的时候，水汽才会跟着他们一起降下来，在洞穴的墙壁上出现水珠。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既然哈拉霍拉洞穴是人工建造的史前建筑，但是为什么入口和大厅都是这么反人类的设计？人类根本无法进入。很简单，因为这里就不是给人类建造的。在这一点上，它和吉萨大金字塔有着非常相似的特点，那就是它们都不是给人类参观的。在吉萨大金字塔里面也有非常窄的墙，基本上只能有1个人通过，而且通往国王密室和皇后密室的通道里面也是只有30到40厘米的通道，大点的地方人类只能弓着腰进去，再窄的地方那基本上就进不去了，只能派遥控车探索。而且我们优秀天台团有很多朋友都去过金字塔，他们分享的感觉就是金字塔里面憋闷，呼吸不畅，缺氧，人一多的时候二氧化碳浓度就会急速提高，走2步就会特别累。而且因为巨石、心理暗示还有金字塔里的强大能量场，进去的人就会感到强大的压迫感，很容易产生幽闭恐惧症。接着大家再从外面看一下哈拉霍拉山峰的样子，远远望去尖尖的角，从正面看有一排金字塔的山峰，我们再走近看一下，这里有突出的金字塔塔尖，还有3D 图，大家也可以看一下，是不是金字塔露出了一个头。所以结论就是哈拉霍拉洞穴很有可能是地下金字塔的一个通道口。那问题来了，这个金字塔是做什么用的啊？不知道啊，别人不知道，但是团长知道，因为当地高加索史诗 Nile Saga 中已经记载了。这里的山峰首先是一个和天堂通信的祭坛，另外还有一个功能，就是关押远古堕落神族的监狱。这个我会在后面给大家详细讲解。现在我必须给大家铺垫一下故事线索，因为这里的信息量太大了，不讲明白大家听不懂。首先，这里的山洞不是亚瑟爬山偶然找到的，这是他和他团队做过深入研究才找到这里的。第二，在亚瑟宣布要把他研究的重大成果公布于众的前一天，凌晨12点钟，在空无一人的街道上，亚瑟被迎面驶来了一辆车给撞死了。团长兼名侦探柯南来了。在亚瑟发现地下洞穴的4年后，也就是2015年6月1日晚上，他和他的朋友在小镇的一个酒吧喝酒聊天。他的兄弟回忆，当天晚上亚瑟非常兴奋，非常高兴，搓着手啊，这样走来走去啊，说啊，过几天我就要告诉大家一个重大的秘密。大家问这是什么秘密？他说以后再告诉大家。在当晚11点多钟的时候，聚会散场，朋友们载着亚瑟开车回家，但是开到一半的时候，亚瑟对他们说，他要在岔路口自己下去。大家就问啊，你这么晚还不回家干嘛？他就说啊，我要出去走走，散散心啊，清凉清凉。于是他就下车了，朝着他家相反的方向走。在这之后，6月2日凌晨12点15分，一辆突如其来的车出现，
把他撞死在马路边。在开头新闻出现的这个人叫做维克多·科提亚洛夫，是当地的历史学家，他是亚瑟探险队的研究者之一。他回忆，在亚瑟出事前的几天，他接到电话，亚瑟告诉他，有人开始威胁他，要他立即停止哈拉呼拉中的探险，否则诅咒就会降临。说完没过几天，亚瑟就死了。当时有人猜测，这是不是他晚上喝酒过多，导致过马路的时候没有看到车冲过来？错。他们的朋友回忆到，亚瑟在那天晚上一瓶啤酒都还没有喝完，是不可能醉到看不到车过来的。更何况，如果他喝那么多酒，他的朋友也不会在深夜让他一个人在半路下车，自己走回去。当时亚瑟也特别奇怪，他是朝着离家相反的方向走，推测他是去山里搜寻什么，或者是见什么人。会不会是有神秘人用什么爆料秘密来诱惑他，约他见面？结果在他这么出现在约定地点的时候，突然黑夜中发动了汽车，把他给撞死。维克多说，他和亚瑟本来计划是在下周，也就是6月12号，去哈拉呼拉周围去搜寻一个叫做阿南奈勒布的遗迹。等等，阿南奈勒布是什么意思？难道是传说中希特勒手下寻找雅利安的神秘组织？没错，阿赫纳贝，全称祖先遗产研究会德意志史前研究学会，这是希特勒党卫军直接管理的考古学术机构。1935年，德国纳粹党在夺取政权之前，希特勒要为他的优秀雅利安人种理论寻找历史证据，于是就命令纳粹2号人物希姆莱组建考古部门，专门用来搜寻雅利安人的史前遗迹。所以希姆莱就建立了一个考古学家组成的研究学会，起名阿赫纳贝，意思是祖先的遗产。然后派考古学家在全世界范围进行远古探索，抢夺历史文物。他们不仅远征西藏去寻找传说中的香巴拉，甚至他们还去了亚马逊雨林寻找雅利安人建造的地下巨城阿卡考。这一集我详细讲过，大家一定要看一下。1945年4月30日，盟军攻占柏林，纳粹德国灭亡。阿赫纳贝的考古学家在这时候瞬间销毁了一切和德国纳粹有关的文件，速度特别快。所以在盟军对德国战犯审判的时候，他们都没有事，并且在战后，他们绝大多数成员还一直活跃在德国考古界。那线索就来了，会不会亚瑟的死和阿赫纳贝有关？阿赫纳贝的残留分子不想亚瑟向世界揭露纳粹曾经在高加索山中发现的秘密。我在前面提示过大家，亚瑟发现哈拉呼拉地下建筑并不是因为运气好碰巧发现的，他是和考古学家维克多一起做了大量的考古研究之后，专门去这里寻找的。这个过程就和寻宝电影一样波荡起伏，而且根据记载，在最后还有外星人出现，和电影一样。所以故事线是这样的：哈拉呼拉山的南边，欧洲最高峰 El Brus 的东边有一片河谷，里面有一个小村庄叫做 El Tubio， 四周雪山环抱，峡谷河流，安静漂亮，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徒步旅行打卡圣地。但是在这里的一片峡谷里，当地人都不敢进去，因为那里伫立了很多和金字塔一样的八边小石塔。这些塔没有门，只有圆圆的窗户，周围没有任何人烟，而且里面经常会有奇怪的事情发生，比如天上会出现奇怪的光，或者是天气在瞬间之中会从晴空万里变成大雪冰雹，非常诡异。更加奇怪的是，这些奇怪的房子里在晚上还会有幽光出现，阴森恐怖。这边的山谷在当地被称为死亡之城，这些金字塔一样的石房全部都是坟墓，但是根据当地人说，这些坟墓不是他们祖先建造的，在他们祖先来这里之前，这些房子就已经有了。而且在古代，这里是没有任何土葬或者是火化的墓穴，全是这种石头房子。人死之后，人们就把去世的人放在里面自然晾干，形成木乃伊。现在游客去里面逛是可以看到这些房子的，但是里面什么都没有，全部都空了。为什么？因为当地老人说，这些房子里的尸骨并不是人类。根据当地长老的描述，在古代这里有很多骨头都是2到3米的巨人骨头，当地人都不敢到这里来。但是自从伊斯兰教传入当地之后，很多古迹都被破坏了，
然后在前苏联军队到达这里之后，这些骨头都被苏联科学家给收走了，所以现在里面什么都没有了，空了。经常看团长频道的朋友应该都熟悉巨人的故事，有些朋友还会在问，你说的远古巨人证据在哪？骨头呢？骨头都被收走了。现在世界上至少有3种势力在收集远古巨人的骨头，一个就是梵蒂冈，第二是共济会，第三就是德国纳粹阿赫纳贝残党。所以时间又回到了1942年，当时希特勒下令开展雪绒花行动，德军开始进攻高加索地区。当时有一群200人组成的阿赫纳贝远征队同时进入了高加索山区，目的就是寻找这里发现的巨人骨头和上古遗迹。因为如果有巨人在，就说明圣经神话中讲的故事都是真的。如果神话是真的，那这山里就会有雅利安人的远古高科技文明。纳粹考古学家在古籍中读到，在高加索这边有一个上古史诗，叫做 Nart Sagas 纳尔特传奇。这部史诗传奇是德国语言学家、历史学家朱利叶斯在1835年发现的，里面记载了高加索山区的上古传说。Nart Sagas 中间的 Nart 意思就是巨人，所以这个史诗主要是讲巨人在上古的历史。其中就讲到，在这个宇宙中有一个终极之神叫做 Dao 的第一个孩子叫做 Ciela， 是星星雷电之神。叫这个名字就是暗示 Ciela 出现的时候，它就会有特别亮的星星，而且还会有雷声和闪电出现。史诗经常描述 Ciela 经常乘坐他的火焰战车在高加索的高山上降落。史诗中还写到 Ciela 无法控制对人类的欲望，所以导致了半神的降生，混血神族巨人于是就在地球上产生了。在这些巨人之中，有一个混血半神叫做 Tiamat， 他看人类和动物一样蜷曲在黑暗的洞穴里，就产生了怜悯，于是就来到了天上，遇到一个像鸟一样的神说，人类需要热和光，只有成功带回火种，我才能返回地球。之后 Tiamat 就把火带给人类，说道，这是你们的火，繁殖并成为一个伟大的部落，取暖照亮你们的洞穴，从现在开始做饭，准备食物，欢呼吧，人类。这个火是一个象征的词，可以理解为它教给了人类天堂的知识。Tiamat 和希腊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是同一个词根，而且他们都是有给人类带来火的故事，所以他们可能是一个人。但是 Tiamat 这个行为就让神族非常愤怒，神 Ciela 就派巨人用铁链把他囚禁了起来，关在了不见天日的地狱，受到了无限的折磨。而这个地狱就是在高加索山脉中某座金字塔形状的大山之下。这座大山在哪里？Nart Saga 中没有讲到，但是里面经常会提到，神从某座高山的神的出口中乘坐火焰战车飞出。所以到这里，阿赫纳贝的纳粹考古学家就决定要从类似金字塔形状的山峰里去搜寻。最终他们锁定了这座山峰，名叫哈拉霍拉。为什么选这座？因为哈拉霍拉这个名字非常诡异。哈拉在西伯利亚布里亚特语和蒙古语里的意思是黑色， Hora 源自词根 Hora， 意思是时间，所以哈拉霍拉的意思就是黑色时间。在圣经启示录中，神囚禁撒旦的地方叫做 Abyss， 无底的黑色深渊。Hora 是时间，在埃及有个谚语就叫做人类惧怕时间，而时间惧怕金字塔，所以推测哈拉霍拉的真正意思就是黑色金字塔，这是神囚禁堕落天使的地方。于是阿赫纳贝考古学家带领了200个野战兵，就开始向哈拉霍拉山峰进发。在他们到达这里之后，长官下令开始挖掘，但是当他们开工的时候，当地村长就跑过来说，千万不要挖，这里的巨人邪灵会回来报复人类的，你们要挖就会遭到神的诅咒。大家可以谷歌一下，高加索这里自古流传的一个诅咒就叫高加索诅咒。从古代到现在，高加索这一片地区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好事发生，不是动乱就是战争，很有可能和这里的能量场有关。纳粹长官一听，胡言乱语，扰乱军心，毙了！咔咔咔，士兵就把这个长老给枪毙了。但是当他们开完枪没有多久，就听到远远的好似有嗡嗡的声音传来，大地开始了慢慢的颤抖。这时他们一回头，铺天盖地的雪雾扑面而来，雪崩来了。
200个纳粹全部都埋葬到巨型雪崩之中。时间又到了2011年，在考古学家维克多的帮助下，亚瑟决定寻找雪崩中埋藏的阿赫纳贝纳粹军团的秘密。于是他们就一起来到了哈拉霍拉地区开始探索。果不其然，他们在山峰周围的草丛中寻找到了一块石头，上面刻有纳粹留下的万字符标志，在标志下面还有 28X4 的字符，很有可能是阿赫纳贝这次的行动编号。当亚瑟和维克多找到这个标志的时候，他们确认自己寻找的方向是正确的，于是他们就开始搜寻，最终就找到了开头我们提到的地下金字塔的入口。等等，难道是残存的阿赫纳贝纳粹考古学家为了阻止亚瑟向世界公布地下金字塔和纳粹在高加索地区的罪行，暗中设下圈套刺杀了亚瑟？也有可能，但是这只是团长的猜想。问题的关键就是亚瑟到底有什么秘密要向世界公布？难道他是找到了另外一个地下金字塔的入口，看到了被神囚禁的堕落天使，还是他找到了被埋葬在雪崩之下阿赫纳贝考古军团的遗迹？不知道，没有任何记载。但是峰回路转，在2015年10月份，亚瑟的伙伴考古学家维克多在网络上公布了一组充满谜团的神秘照片。第一张是一个皮质手提箱，在手提箱的把手处印着德国阿赫纳贝的印章，这是一个阿赫纳贝纳粹考古学家的手提箱。维克多说，这是在当地一个山洞中找到的，山下有一个村庄叫做扎尤科沃村，村里的老人说，在战争期间德军驻扎在他们村子里，其中有一个军官随身携带的一个这样的棕色手提箱，走到哪里都带着，时刻不离眼。这应该是阿赫纳贝考古学家赫伯特·杨昆团队留下的物件。有记载，在2战的时候，他和党卫队先来到了克里米亚，之后进入高加索地区，对当地的文物进行探索和抢劫。长方形的箱子就是专门用来放文物的。那问题来了，这里面到底是什么文物对纳粹那么重要？团长要告诉大家，这个文物不是来自地球，因为里面是一个外星人的头骨。大家看，这个头骨有巨大的眼窝，还有鼻子呼吸的地方，它的头骨长长的向后生长，关键是这个下巴长长的，正面看好像是没有牙齿，这和星海争霸中的神族是一样的。难道这真的是远古外星人的头骨，而亚瑟就是为了保存这个而死的？据说现在阿赫纳贝的箱子连同这个外星头骨一同被送到了德国，由一群德国考古学家进行研究。维克多可能最终还是屈服了。开头我说哈拉霍拉地下的结构就是一个金字塔，还有一个证据就是我之前讲过的古巴比伦世界地图。在古巴比伦世界地图中，以古巴比伦为中心，整个世界一共存在着8座金字塔，就是这图中的8个角，其中这个角的方向就是吉萨大金字塔，而右边这个角的方向就是指的是哈拉霍拉地下的金字塔。这不是团长的猜测，后面其实还有故事。在苏美尔泥板中是有记载，有混血半神往这个方向进发，去探索了未知的世界。这是一个史诗故事，请大家多多点赞关注，请团长喝咖啡。团长以后有空一定会给大家慢慢的讲，解锁这个地球上8座金字塔的远古秘密。然后在哈拉霍拉地下金字塔中，是否真的关押着传说中的半神皮亚马特，或者是堕落天使？这个故事必须等团长继续搜寻宇宙信号，慢慢探索。好了，今天的故事到此为止了，我们下期再见。Hello， 今天的考古柯南怎么样？可以拍电影了，欢迎全球导演邀请我。团长不能走实力路线，必须要走颜值路线。明年团长还有一个伟大的计划，就是让优秀天团团想中更多世界文化和宇宙的秘密，其实就是要逐渐提高产出啊，否则2个周一次，我自己都觉得太慢了。但是要达到这个目标，要必须感谢优秀天团的大力支持，请多多点赞转发，把订阅人数尽快冲到了50万，壮大我们的队伍。2025年，等我。